莫离为什么会成为2026年争议最大的古装剧？白鹿迎来事业新高，也站上舆论风口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如果要评选2026年暑期档最具话题性的古装剧，莫离几乎一定会出现在名单之中。从开播之前开始，这部改编自盛世迪飞的古装权谋剧就已经积累了极高关注度。导演林玉芬，主演白鹿与程磊，腾讯视频 S+ 级制作，再加上原著本身拥有相当稳定的读者基础，让不少观众将它视为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剧之一。然而，当莫离真正播出以后，它却出现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：商业数据一路飙升，角色热度不断刷新纪录，但围绕剧情、改编以及演员表现的讨论却越来越激烈。有人认为它代表了国产古偶制作的新高度，也有人认为它暴露了流量时代电视剧创作的诸多问题。为什么同一部剧会同时拥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？今天，我们不妨把网络上的各种声音梳理一遍，尝试区分哪些属于已经公开的信息，哪些只是网络讨论，而哪些则只是每一位观众不同的观看感受。莫离的商业成绩确实称得上今年暑期档最亮眼之一。首先必须承认的是，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莫离，他的市场表现都非常突出。根据腾讯平台及多家媒体公开的数据，莫离上线后迅速刷新了平台多项纪录，预约人数突破600万，首日站内热度达到25796，随后数天持续攀升，一度突破28000，成为今年腾讯视频古装剧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。海外上线之后，也登上多个国家和地区 WOT 热播榜前列。与此同时，白鹿饰演的叶离成为平台讨论度最高的女性角色之一，相关话题阅读量持续增长，短视频平台也不断出现大量剧情剪辑、人物混剪以及名场面传播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莫离无疑已经完成了一部爆款剧最重要的任务——吸引观众。与此同时，剧集首播阶段广告数量、品牌合作以及粉丝云包场等数据也表现突出，说明平台和品牌方对于这部剧原本抱有相当高的期待。部分数据来自平台宣传和媒体报道，不同统计口径之间存在差异，但整体趋势基本一致，即莫离的商业价值表现相当亮眼。这些数据至少说明一点：莫离不是没人看，而是很多人在看。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热度，而是热度之后，为什么评价开始迅速分化？流量越来越高，并不意味着所有观众都会满意。过去几年，国产电视剧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：播放量越来越高，热搜越来越多，角色指数越来越漂亮，但真正能够做到口碑、播放、讨论三者统一的作品却越来越少。莫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一方面，他拥有顶级导演、成熟制作团队以及极高的平台资源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承担着改编热门 IP、满足原著粉、吸引普通观众以及维持商业回报等多重压力。这些目标本身并不完全一致。例如，平台希望扩大受众，原著粉希望尊重小说，普通观众希望剧情节奏更快，粉丝则希望演员获得认可。当所有期待集中到一部剧身上时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达到部分观众预期，就容易形成两极评价。因此，莫离的争议，与其说是一部剧的问题，不如说是整个流量影视市场共同面对的一种现象。公开事实制作层面的评价整体偏向积极，虽然剧情争议不断，但不少观众对于莫离的制作质量给予了较高评价。导演林玉芬延续了自己一贯重视镜头语言和氛围塑造的风格，整体画面采用低饱和色调，
大量自然光和实景构图，使整部剧相比传统古偶更强调真实感，也减少了过去观众经常吐槽的过度磨皮滤镜。不少媒体评论认为，莫离在摄影、美术、服装以及整体镜头质感方面保持了较高完成度，尤其战争场景、宫廷空间以及人物构图都体现出较成熟的工业制作水平。与此同时，董洁饰演的太后，张越饰演的反派角色也获得不少观众认可。许多评论认为，配角群像成为整部剧的重要加分项。关于白鹿演技，网络评价出现明显分化。真正让莫离持续占据热搜的，并不是播放数据，而是对白鹿演技的讨论。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以下内容主要来自网络评论区、社交媒体以及观众讨论，并不能代表所有观众观点。有支持者认为，莫离是白鹿近年来表演最成熟的一次。尤其叶离不同身份转换、几场哭戏以及后期人物心理变化，相比过去有了更加细腻的处理，原声台词也比早期作品更加稳定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不同意见。有人认为，他在情绪爆发时仍然延续过去古偶作品中的一些表演习惯，例如眼神表达、面部情绪以及语气变化仍显模式化。还有部分观众认为，人物复杂的心理层次没有完全建立起来，因此削弱了角色成长的说服力。类似观点在网络讨论中较为常见，但不同观众之间评价差异很大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演技评价本身属于主观审美，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。同一场戏，不同观众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真正被放大的，也许不是演技，而是期待值。如果观察近几年国产古装剧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：越是拥有超高期待值的作品，越容易遭遇最严格的审视。原因其实并不复杂。当观众把莫离视为年度爆款候选时，自然会用更高标准去评价剧情、人物、台词，甚至演员每一个细节。如果是一部普通网剧，同样的表演或许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讨论，但放在白鹿这样的一线演员身上，每一个镜头、每一句台词都可能被反复分析、剪辑、传播。因此，莫离的口碑之所以呈现冰火两重天，一方面来自作品本身，另一方面也来自今天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机制，赞美和批评都会被不断放大。而真正值得继续讨论的，并不是简单的判断莫离到底是神剧还是烂剧，而是为什么一部商业成绩如此出色的作品，却始终无法真正统一观众的评价。欢迎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深度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这期视频，并订阅频道华语娱乐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继续关注华语娱乐圈最新热点，一起看见新闻背后的故事。